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容州市的初夏，空气中弥漫着栀子花甜腻的香气。林秀文和赵启明的婚礼刚刚过去3天，新房里还处处透着喜庆的红色，床头那个大红色的双喜字剪纸，映衬着窗外透进来的晨光，显得格外鲜艳。秀文起了个大早，想着给一家人做顿丰盛的早餐。她刚嫁入赵家，对这个全新的家庭充满了美好的憧憬。丈夫赵启明是她大学同学，恋爱3年，感情一直很好。启明性格温和，对她也体贴。未来的婆婆张桂芬在婚前更是表现得无可挑剔，每次秀文上门都拉着她的手嘘寒问暖，一口一个好孩子，夸她懂事、学历高、工作好，简直把她当成了亲生女儿。秀文在厨房里忙碌着，豆浆机嗡嗡作响，平底锅里的鸡蛋滋滋冒油。她特意多做了几个荷包蛋，想着公公赵大海喜欢吃溏心的，婆婆张桂芬喜欢吃全熟的，启明则是不挑。这些小细节都是她平日里细心观察记下的。哎呦，秀文起这么早啊？张桂芬打着哈欠从卧室里走出来，身上还穿着丝质的睡衣，头发有些蓬松。她目光在厨房里扫了一圈，落在秀文忙碌的背影上，嘴角习惯性地撇了撇，但很快又堆起笑容。真是个勤快的好媳妇，启明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。妈，你醒了，早餐马上就好，您先去洗漱吧。秀文回头给了婆婆一个温婉的笑容，阳光透过厨房的窗户，照在她年轻姣好的脸庞上，显得格外柔和。张桂芬点点头，踱步到客厅，拿起沙发上的一个小红包，掂了掂，又放下了。那是婚礼上亲戚给的红包。秀文还没来得及拆，她清了清嗓子，状似无意地说道：“秀文啊，你爸妈给你的陪嫁可真是丰厚啊！昨天我跟你王阿姨聊天，她还羡慕我们家娶了个能干又带着后嫁妆的儿媳妇呢。”秀文心里咯噔一下，陪嫁钱的事情这么快就提起来了。她的父母林建国和王淑珍都是普通工人，一辈子省吃俭用，给她准备了10万块钱的陪嫁，还买了一套全新的家电。这10万块钱是二老用一张存单的形式给他的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自己收好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，是给他傍身的。爸妈也是希望我跟启明以后日子能过得好一些。秀文端着煎好的鸡蛋走出厨房，语气尽量平静：“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”张桂芬笑眯眯地接过话头：“这钱啊，放在年轻人手里，有时候大手大脚的，存不住。你看我和你爸都是过来人，懂得怎么打理。启明他爸最近身体也不太好，家里开销也大，这笔钱要是妈先替你们保管着，还能钱生钱，总比放在银行里吃那点死利息强。”他说着，端起桌上的水杯，抿了一口水，眼神却不离秀文的脸。秀文将荷包蛋一一分到盘子里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新婚才3天，婆婆就直接开口要保管她的陪嫁钱，这让她感到有些突然和不安。她想起母亲王淑珍私下跟她说的，陪嫁钱是女方的底气，一定要自己拿着。她沉默了片刻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妈，这钱我爸妈交代过，让我自己先存着。我们刚结婚，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，我们自己会计划的。”张桂芬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，但依旧维持着和气的样子。“哎，妈也是为你们好，你刚过门，可能还不太了解家里的情况。启明他弟弟还在上大学，
以后结婚买房，哪一样不需要钱？你们年轻人没经验，钱放在妈这里，妈给你们统一规划，保证亏不了你们。他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：再说了，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这话听着似乎有道理，但秀文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她低头摆弄着筷子，没有立刻接话。新房里的空气似乎因为这几句关于钱的对话，微微有些凝滞。那原本喜庆的红色，在秀文眼里，也仿佛添上了一抹不易察觉的沉重。吃过早饭，赵启明上班去了，公公赵大海也出门遛弯了，家里只剩下秀文和婆婆张桂芬。张桂芬没有再提陪嫁钱的事情，而是拉着秀文坐在沙发上，开始说起家长里短，语气又恢复了往日的亲切。秀文一边应和着，一边忍不住回想起和赵启明恋爱以及筹备婚礼时的点点滴滴。那时候的张桂芬简直是模范婆婆的典范。秀文第一次见张桂芬是在2年前的一个周末，赵启明带着她回家吃饭，她紧张的手心冒汗。没想到张桂芬一见她就拉着她的手，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然后满意的连连点头：好，好，真是个好姑娘，水灵，看着就聪明伶俐。那顿饭，张桂芬做了一大桌子菜，不停地给秀文夹菜，问她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，还详细问了她的家庭情况和工作。当得知秀文的父母都是正直本分的工人，秀文自己在一家不错的公司做会计，工作稳定时，张桂芬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。我们家启明啊，就是老实，能找到你这么优秀的女朋友，是他高攀了。张桂芬当着众人的面这样说，搞得赵启明很不好意思，秀文心里却甜滋滋的。之后每次秀文去赵家，张桂芬都是热情款待，天冷了会提醒她多穿衣服，工作忙了会让她注意身体。有时候张桂芬还会特意打电话给秀文，问她想吃什么，周末过来亲自做给她吃。秀文的母亲王淑珍私下里还跟她说，看启明他妈对你这么好，以后嫁过去肯定不会受委屈。筹备婚礼的时候，张桂芬更是表现得大方得体。彩礼方面，秀文家按照荣州市的普通标准提了个数额，张桂芬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还说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秀文这么好的姑娘，多少彩礼都值。选婚纱、订酒店，张桂芬也总是笑眯眯地陪着，时不时给些建议，但从不强求，总说只要你们年轻人喜欢就好。秀文记得有一次，她和启明因为婚礼请柬的样式有了点小分歧，张桂芬知道了，还特地把启明叫到一边说了几句，然后启明就过来跟秀文道歉，说是他不对，都听秀文的。当时秀文感动得一塌糊涂，觉得未来的婆婆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好人。她的父母林建国和王淑珍更是对张桂芬赞不绝口。林建国是个老实木讷的男人，平时话不多，但提起未来的亲家母，也是一脸的认可。启明他妈看着就是个爽快人，以后秀文嫁过去，咱们也能放心了。王淑珍更是把张桂芬当成了好姐妹，两人经常通电话，聊得不亦乐乎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婚前的良好印象，秀文才对婚后的生活充满了期待。她觉得有这么一个明事理的婆婆，再加上启明的爱护，日子一定会过得和和美美。想到这里，秀文看着眼前正眉飞色舞地讲着邻居家八卦的张桂芬，心里不禁有些恍惚。难道早上关于陪嫁钱的那番话，只是婆婆随口一提，并无他意，是自己太敏感了吗？秀文啊，在想什么呢？
这么出神？张桂芬注意到秀文的走神，停下了话头。哦，没什么，妈。秀文回过神来，勉强笑了笑，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。呵呵，是不是想起和启明谈恋爱那会儿的甜蜜事了？张桂芬暧昧地眨了眨眼，随即又叹了口气，话锋一转：哎，这过日子啊，跟谈恋爱可不一样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样样都得精打细算。尤其是启明，看着工作不错，可花销也大，以后你们有了孩子，用钱的地方更多了。他说着，又拿起桌上的苹果，慢悠悠地削起皮来，仿佛只是在闲话家常。秀文的心却因为这几句话又悄悄地沉了下去。她隐隐感觉到陪嫁钱这件事恐怕不会那么轻易过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张桂芬没有再直接提陪嫁钱的事情，但话里话外总是不经意地往那方面引。比如家里买菜的时候，她会故意说：哎呀，现在的菜价可真贵，随便买点什么就得几十块。以前我和你爸省吃俭用，拉扯启明和他弟弟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吃饭的时候，如果赵启明称赞秀文做的某道菜好吃，张桂芬就会接茬：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费油了。秀文啊，过日子得学着节省点，你们年轻人花钱没数，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甚至有一次，赵启明的弟弟赵启亮从大学打电话回来，说生活费不够了，想让家里再寄点。张桂芬挂了电话，就当着秀文的面唉声叹气：这个启亮花钱总是大手大脚，我和你爸这点退休金哪里够他这么折腾的？将来他毕业了，找工作、娶媳妇、买房子，哪一样不需要钱？真是愁死人了。秀文听着这些话，心里明白婆婆的用意。她几次想跟赵启明说说自己的困扰，但赵启明工作忙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回来也是一脸疲惫。看着丈夫疲惫的样子，秀文又不忍心再拿这些家庭琐事去烦她。她总想着，或许婆婆只是念叨几句，过阵子就好了。这天是周末，赵启明难得休息，一大早，张桂芬就提议一家人出去逛逛，说是给新房添置点东西。秀文欣然同意，想着出去散散心也好。一家人来到荣州市最大的家居城，张桂芬兴致勃勃地拉着秀文看各种家具和摆设，赵大海和赵启明跟在后面。秀文啊，你看这个水晶吊灯怎么样？装在客厅肯定气派。张桂芬指着一款价格不菲的吊灯说道。秀文看了一眼标签，暗暗啧舌。她小声对赵启明说：家里不是已经有灯了吗？这个太贵了。赵启明也觉得没必要，刚想开口，张桂芬却抢先说道：哎呀，年轻人就是没眼光，这叫投资，好的东西能用一辈子。再说了，咱们家现在条件好了，娶了这么好的儿媳妇，家里也得跟着上档次不是？他说着，意味深长地看了秀文一眼。逛了一会儿，张桂芬又看上了一套标价2万多的红木沙发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结实耐用，还显档次，就买这个吧。她拍板道：妈，我们刚结婚，开销大，这个太贵了，以后再说吧。赵启明有些为难地开口。张桂芬立刻拉下脸来：启明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？你媳妇带着那么多陪嫁过来，买套好点的沙发怎么了？难道还让我们老两口跟着你受委屈，用那些不入流的东西？这话一出，气氛顿时有些尴尬，秀文的脸也有些发烫。她没想到婆婆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再次把陪嫁钱的事情扯出来。妈，秀文的陪嫁钱是她爸妈给她的，我们不能随便动。赵启明皱着眉头说道。什么叫随便动？
这钱早晚不都是你们的，现在拿出来改善一下生活怎么了？张桂芬的声音提高了几分，引得周围一些顾客都看了过来。她似乎一点也不在意，反而理直气壮地看着秀文。秀文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你的钱不就是启明的钱，不就是我们赵家的钱吗？这是张桂芬第一次如此直白地将秀文的陪嫁钱等同于赵家的财产。秀文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适感，她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。妈，这笔钱是我爸妈的心意，他们希望我能自己保管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家里的家具都还很新，暂时不需要更换。如果以后真的有需要，我和启明会商量的。这是她第一次明确地拒绝婆婆关于动用陪嫁钱的提议。张桂芬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她瞪着秀文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。她冷哼一声，甩开赵启明的手，扭头就走，不识好人心。既然你们都有主意，那以后家里的事我也不管了。赵启明赶紧去追他母亲，赵大海也叹了口气，拍了拍秀文的肩膀，眼神复杂。秀文独自站在原地，看着琳琅满目的家具，心里却一片冰凉。她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，真正的风暴恐怕还在后面。她能感觉到婆婆婚前那张和蔼可亲的面具正在一点点剥落，露出了旗下隐藏的真实面目。自从家居城不欢而散后，张桂芬对林秀文的态度急转直下。虽然不像之前那样直接提及陪嫁钱，但家里的气氛明显变得压抑和紧张。张桂芬不再主动和秀文说话，就算秀文开口，她也只是爱理不理地哼哈几声。以前秀文做的饭菜，她总能挑出毛病，不是咸淡了，就是咸了，要么就是说油放多了不健康。有时候秀文精心准备了一桌子菜，她动了几筷子就放下碗，说没胃口，然后转身进房间。不一会儿就传出她打电话给亲戚抱怨的声音，虽然听不清具体内容，但隐约能听到现在的年轻人自私、不懂事之类的词句。秀文心里委屈，却也只能默默忍受。她试图和赵启明沟通，希望他能从中调解。赵启明起初还劝慰她，说是他妈年纪大了，脾气有些古怪，让她多担待。但随着张桂芬的冷言冷语日益增多，赵启明也开始显得不耐烦。妈不就是想让我们日子过得好点吗？她又不是图你的钱，只是想统一管理，怕我们乱花。有一次，赵启明在张桂芬又一次摔筷子进房后，忍不住对秀文说道：“启明，那是我爸妈给我傍身的钱，他们交代过让我自己拿着，而且我们现在生活并不困难，不需要动用那笔钱。”秀文解释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疲惫：“我知道，但是妈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你就不能先顺着她一点吗？把钱给她保管，她安心了，家里不就太平了？等过阵子，我们再找机会要回来不就行了？”赵启明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头发。秀文看着丈夫，心里一阵失望。她没想到赵启明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这和她当初认识的那个明辨是非、凡事会站在她这边的男人判若两人。她开始明白，婆婆的压力不仅仅是针对她，也在无形中影响着赵启明。更让秀文感到不安的是，张桂芬开始在外面散布一些对她不利的言论。有一次，秀文下班回家，在楼下碰到邻居李阿姨。李阿姨把她拉到一边，小声说道：“秀文啊，你婆婆最近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啊？她前几天跟我说你嫁过来之后，
什么家务都不做，还老是顶撞他，连自己的工资卡都不肯交给他保管。秀文听得目瞪口呆，她每天下班回来就钻进厨房做饭，家里的地也是她下班后拖的，怎么到了婆婆嘴里就成了什么都不做的懒媳妇？至于工资卡，她和启明是各自管理的，婚前就说好的，怎么现在又成了她的不是？李阿姨，秀文想解释，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李阿姨叹了口气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婆婆那个人，我知道，嘴巴厉害，得理不饶人。你刚过门，多忍忍吧。那天晚上，秀文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和孤独。她意识到，婆婆不仅想要她的陪嫁钱，还在试图孤立她，掌控她的一切。她甚至开始怀疑，当初张桂芬在婚前表现出的种种好，是不是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，目的就是为了她家的陪嫁。日子在压抑的氛围中一天天过去，林秀文的陪嫁钱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横亘在婆媳之间，也慢慢侵蚀着她和赵启明的夫妻感情。张桂芬见冷言冷语和在外败坏秀文名声都没能让儿媳屈服，开始采取更直接的施压方式。她不再只是暗示，而是明确要求秀文将存有10万块陪嫁钱的存单交出来，由她统一保管。秀文，我今天就把话挑明了，你那10万块钱必须交给我。这天晚饭后，张桂芬把碗筷往桌上重重一放，对着秀文冷冷地说道：赵大海和赵启明都在场。气氛瞬间凝固。妈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这钱是我爸妈给我的，我要自己留着。秀文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。她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，自己留着。你一个嫁进来的媳妇，有什么资格自己留着这么大一笔钱？张桂芬的音量陡然拔高，眼神像刀子一样刮在秀文脸上。我告诉你，进了我们赵家的门，你的人是赵家的，你的钱自然也是赵家的。我辛辛苦苦把启明拉扯大，给他娶媳妇，现在让你拿点钱出来补贴家用，你就推三阻四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没有不安好心，这笔钱是我的婚前财产，我有权利自己支配，而且我们现在并不缺钱，启明的工资足够我们日常开销了。秀文据理力争，够用？哪里够用了？张桂芬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桌上的碗碟都跳了起来。启亮上大学不要钱，我和你爸养老不要钱，以后你们生孩子养孩子不要钱，你倒是说得轻巧，我看你就是自私自利，只想着自己，根本没把我们赵家当成一家人。妈，您怎么能这么说秀文？赵启明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但语气显得有些底气不足。秀文平时对家里尽心尽力，您不能这么冤枉他。我冤枉他？张桂芬转头瞪着儿子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你看看你，娶了个媳妇就忘了娘，他把钱捏得那么紧，防贼似的防着我们，这叫尽心尽力。我看他就是想把我们赵家的钱都搜刮到他娘家去，这话实在太难听了。秀文气得浑身发抖，眼圈都红了。妈，您可以不讲理，但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和我的父母。我爸妈辛辛苦苦攒下的钱，不是让您这么糟蹋的。反了，反了，真是反了天了。张桂芬气得呼呼喘气，指着秀文的鼻子，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这钱你要么痛痛快快交出来，要么就别想在这个家待下去。妈！赵启明和赵大海同时出声制止，秀文的心彻底沉了下去。她看着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的婆婆，再看看一旁虽然开口却显得犹豫懦弱的丈夫，
一股绝望和悲凉涌上心头。她曾经对这个家庭抱有的所有美好幻想，在这一刻彻底破碎。她明白，婆婆已经亮出了最后的底牌，用逐出家门来威胁她。这个家因为这笔陪嫁钱已经容不下她安稳度日了。她紧紧地攥着拳头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，努力克制着夺眶而出的泪水。她知道自己必须做出选择，但无论怎么选，都意味着一场巨大的伤害。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只剩下张桂芬粗重的喘息声和林秀文强忍着的啜泣。赵大海脸色铁青，想说什么，却被张桂芬一个凶狠的眼神给瞪了回去。赵启明站在妻子和母亲之间，左右为难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秀文，你就听妈一句劝，把钱拿出来吧，一家人和和气气的，比什么都强。赵启明最终还是转向秀文，声音带着恳求和疲惫。他实在不想再看到母亲大发雷霆的样子，也不想这个家再这么乌烟瘴气下去。林秀文缓缓抬起头，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。她看着丈夫，这个曾经承诺会爱她、保护她一辈子的男人，此刻却在劝她妥协，劝她放弃自己的底线。她的心一点点冷了下去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擦去脸上的泪水，声音虽然还有些沙哑，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。启明，这笔钱不仅仅是钱，它是我爸妈对我未来的保障，也是我的尊严。如果连这点最后的保障和尊严都要被剥夺，那这个家我宁可不要。这句话像一根火柴，瞬间点燃了张桂芬所有的怒火。她原本以为经过这番软硬兼施的逼迫，尤其是在自己儿子也开口相劝之后，林秀文这个刚过门没多久的黄毛丫头必然会乖乖就范。没想到她竟然如此冥顽不灵，甚至说出宁可不要这个家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。这简直是在公然挑战她作为婆婆的权威，是在打她的脸。你说什么？张桂芬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变得尖利刺耳。她死死地盯着林秀文，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贱蹄子，我们赵家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才娶了你这么个搅家精。钱，你就认钱，为了钱连家都不要了。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孝的东西。张桂芬气血上涌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她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这个儿媳妇的坚定拒绝，就像一个无形的耳光，狠狠扇在了她的脸上。她所有的耐心和伪装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你敢！张桂芬嘶吼一声，那双因为愤怒而充血的眼睛死死锁住林秀文。她猛地扬起手，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林秀文的脸颊狠狠地扇了下去。啪！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寂静的客厅里炸开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林秀文只觉得左边脸颊火辣辣的疼，脑袋嗡的一声，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里面乱撞。她被打得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在地。紧接着，不等她反应过来，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耳光接二连三地落在了她的脸上，左右开弓，又快又狠，啪啪啪啪，每一声都那么刺耳，每一掌都那么沉重。林秀文彻底被打懵了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嘴角渗出了丝丝血迹，脸上火烧火燎的疼痛迅速蔓延开来，伴随着的是一种巨大的屈辱和震惊。他能闻到张桂芬身上因为激动而散发出的汗味，能看到她因愤怒而扭曲的面容。我打死你这个狐狸精，打死你这个白眼狼！
张桂芬一边打一边疯狂地咒骂着，仿佛林秀文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仇人。赵启明和赵大海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手忙脚乱地去拉扯张桂芬。妈，别打了，你要打死他吗？赵启明惊恐地叫着，用力抱住已经失去理智的母亲。林秀文扶着旁边的沙发，勉强站稳身体。她能感觉到脸颊迅速地肿胀起来，火辣辣的疼痛让她几乎说不出话。她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状若疯癫的女人，这就是她曾经尊敬过的婆婆，这就是她曾经满怀憧憬嫁入的家庭。张桂芬被儿子死死抱住，兀自挣扎着，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骂着，眼睛却像淬了毒的钉子一样死死定在林秀文身上。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，脸色因为过度激动而涨得通红。林秀文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耳朵里什么也听不清了，只有那尖锐的耳鸣声。她下意识地抬手，轻轻碰了一下自己被打得红肿滚烫的脸颊。啊！她喉咙里发出一声细微的、几乎听不见的呻吟，眼前一黑。林秀文脸颊上5个清晰的指印迅速红肿起来，火辣辣的疼痛让她几乎无法思考。她捂着脸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。客厅里，赵启明还在徒劳地拉着暴怒的母亲张桂芬，赵大海则在一旁唉声叹气，搓着手，却不敢上前说句公道话。这个家在一瞬间变成了地狱。林秀文踉踉跄跄地退回自己的房间，反锁上门。她扑倒在床上，压抑许久的哭声终于无法抑制地爆发出来。她哭自己的识人不清，哭自己对婚姻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更哭此刻的无助和绝望。不知哭了多久，直到嗓子都沙哑了，林秀文才渐渐平复了一些，脸上依旧疼得厉害，但心里的痛楚更甚。他摸出手机，手指颤抖着拨通了母亲王淑珍的电话。喂，秀文啊，怎么了？声音怎么哭了？电话那头，王淑珍敏锐地察觉到女儿的不对劲。妈，林秀文一开口，眼泪又涌了出来，哽咽着说不出话。秀文，你别哭，慢慢说，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启明欺负你了？王淑珍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旁边的林建国也凑了过来，一脸关切。林秀文断断续续的把这几天在赵家受的委屈，以及刚才张桂芬如何逼她交出陪嫁钱，如何辱骂她，最后又如何动手打了她5个耳光的事情，哭着告诉了父母。电话那头，王淑珍听得心疼不已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个张桂芬，她怎么能这样对你？简直是欺人太甚！婚前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原来都是装的。林建国一把抢过电话，声音因愤怒而显得低沉。秀文，你别怕，爸妈马上过去，你等着我们。挂了电话，林建国二话不说，抓起外套就往外走。王淑珍抹着眼泪，也赶紧跟上。老两口心急如焚，打了个出租车就直奔荣州市赵启明家。1个多小时后，赵家的门铃被急促地按响。赵启明打开门，看到岳父岳母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，不由得有些心虚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林建国根本没理他，推开他就往里闯。王淑珍紧随其后。秀文，我的女儿。王淑珍一眼就看到了从房间里出来的林秀文，看到她红肿的脸颊和嘴角的血迹，眼泪唰的就下来了，冲过去一把抱住女儿。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啊？我的心肝啊！林建国看到女儿脸上的伤，一双眼睛瞬间布满了血丝，他那张平日里略显木讷的脸上，此刻满是压抑的怒火。
他扫视了一眼客厅，张桂芬正坐在沙发上，抱着手臂，一脸不屑地看着他们，丝毫没有悔意。赵大海则局促地站在一旁。张桂芬，林建国低吼一声，声音像从胸腔里挤出来一样：“你就是这么对我们家秀文的？她刚嫁过来几天，你就下这样的毒手，你还是不是人？”张桂芬被林建国这气势汹汹的样子吓了一跳，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，反而尖着嗓子嚷道：“我怎么对她了？是她不守妇道，不孝敬公婆，还想把我们赵家的钱往娘家扒拉。我替启明教训教训她，有什么不对？你们当父母的不管教，我这个当婆婆的还不能管了？你放屁！”王淑珍气得破口大骂，完全没了平日里的温和。那10万块钱是我们给秀文的陪嫁，是她的私人物品，什么时候成了你们赵家的钱？你安的什么心？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你不就是看着我们家秀文老实好欺负，想把她的钱都骗到自己手里吗？亲家母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张桂芬梗着脖子，强词夺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她林秀文嫁给我们启明，她的人就是我们赵家的，她的钱自然也该归我们赵家管。再说了，我只是想替他们年轻人保管，免得他们大手大脚乱花。我有什么错？你没错。你看看你把秀文打成什么样子了。林建国指着女儿脸上的伤，手都在发抖。这就是你所谓的替我们管教。张桂芬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林家的女儿不是给你这么糟蹋的，我糟蹋她，是她自己不识抬举。张桂芬依旧不依不饶，甚至还带着一丝得意。我就打了她几巴掌，那都是轻的，要不是启明拦着，我今天非得撕烂她的嘴，让她知道，在这个家里谁说了算。林建国听到这里，气得额头上青筋暴跳。他原以为张桂芬至少会有些许愧疚，没想到她竟然如此蛮横无理，毫无悔改之意。他看着自己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，此刻脸上带着屈辱的伤痕，再看看张桂芬那副嚣张跋扈的嘴脸，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从心底直冲头顶。08，你再说一遍。林建国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。他一辈子老实本分，何曾受过这样的羞辱？何曾见过女儿受过这样的委屈？张桂芬被林建国那仿佛要吃人的眼神看得心里有些发毛，但仗着是在自己家里，儿子也在旁边，他强撑着气焰，尖声道：“我说什么了？我说她活该，不听话的儿媳妇就该打。你们林家要是觉得委屈，就把她领回去啊，我们赵家还不稀罕呢。妈，您少说2句吧。”赵启明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试图阻止母亲继续火上浇油。他看向林秀文，脸上带着愧疚和哀求：“秀文，爸妈，对不起，是我没处理好。你闭嘴！”张桂芬却一把甩开儿子的手，指着赵启明的鼻子骂道：“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现在还帮着外人说话，我白养你这么大了。”王淑珍抱着林秀文，哭得泣不成声：“张桂芬，你简直不是人！我们把好好的女儿嫁到你们家，不是让她来受你这份气的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秀文，我们回家，跟这种人家没什么好说的。”林秀文靠在母亲怀里，心如死灰。她看着赵启明，这个男人在关键时刻连一句强硬的话都说不出来，任由他母亲对自己百般羞辱，他对他最后一丝期望也彻底破灭了。他点了点头，声音沙哑：“妈，我们走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”张桂芬见林秀文真的要走，反而更加来劲了。她上前一步：“
想要去抓林秀文的胳膊，不把话说清楚，不把赔价钱交出来，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个门。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林建国怒吼一声，猛地挡在妻女面前，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。他身材虽然不算魁梧，但此刻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燃烧的怒火，却让人不寒而栗。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这是我家，她是我儿媳妇。张桂芬被林建国的气势所慑，但嘴上依旧不肯服软，甚至变本加厉地辱骂起来。林建国，我告诉你，你女儿就是个赔钱货，扫把星，嫁到我们家是想来败我们家财的。还有你们老两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教出这种女儿。住口！林建国再也听不下去了。张桂芬这些恶毒的咒骂，每一句都像淬了毒的针，狠狠扎在他的心上。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家庭和女儿，张桂芬却把他最珍视的一切都踩在了脚下，肆意践踏。他体内的血液在奔涌，理智的弦在这一刻彻底崩断。他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，眼前阵阵发黑。他看到旁边茶几上放着一个前几天刚买的陶瓷花瓶，里面还插着几只干枯的月季，那花瓶沉甸甸的，透着冰冷的质感。你这个泼妇！林建国嘶吼着，双目赤红。赵启明见状不妙，想要上前阻拦，却被暴怒的林建国一把推开。赵启明踉跄了几步，撞在墙上，眼睁睁地看着接下来发生的一幕。在张桂芬不堪入耳的辱骂声中，林建国彻底被激怒了。他一生老实巴交，受人欺负也只是默默忍受，但此刻女儿所受的屈辱和张桂芬恶毒的言语，像一把把尖刀，将他所有的隐忍撕得粉碎。我让你满嘴喷粪！林建国双眼通红，抄起茶几上那个分量不轻的陶瓷花瓶，用尽全身力气，朝着还在喋喋不休辱骂的张桂芬的小腿狠狠砸了过去。啊！一声凄厉的惨叫响彻整个客厅，陶瓷花瓶应声碎裂，锋利的碎片四散飞溅。张桂芬抱着自己的左小腿，身体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地，脸上血色尽退，冷汗瞬间浸湿了他的额发。他的左小腿以一个不自然的姿势扭曲着，鲜血很快从裤腿里渗了出来，染红了光洁的地板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。王淑珍捂住了嘴，眼中充满了惊恐。林秀文也吓得脸色惨白，她没想到父亲会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。赵启明和赵大海更是目瞪口呆，一时间竟忘了反应。我的腿断了，杀人了！林建国杀人了！张桂芬回过神来，开始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嚎叫起来，声音尖锐地刺破耳膜。她一边嚎，一边试图去摸自己的腿，但剧烈的疼痛让她连动一下都困难。林建国扔掉手中剩下的半截花瓶，胸膛剧烈地起伏着，粗重地喘着气。他看着倒在地上哀嚎的张桂芬，眼中没有丝毫怜悯，只有一种混杂着愤怒、痛苦和一丝茫然的复杂情绪。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但他不后悔。如果时间倒流，面对那样恶毒的辱骂和对女儿的伤害，他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爸！林秀文颤抖着声音叫了一声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该庆幸恶婆婆得到了教训，还是该担心父亲即将面临的后果？别怕，秀文。林建国转过头，看着女儿，声音有些沙哑，但眼神却异常坚定。爸没事，这种恶人就该得到教训。快打120，打110！赵大海最先反应过来，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，
赵启明也如梦初醒，手忙脚乱地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。他看着自己的母亲痛苦呻吟，又看看一脸决绝的岳父，心情复杂到了极点。他知道这个家彻底完了。很快，救护车的鸣笛声和警车的警笛声由远及近，打破了小区的宁静。医护人员冲进屋里，简单查看了张桂芬的伤势后，小心翼翼地将她抬上了担架。张桂芬依旧在哭爹喊娘地咒骂着，声音却因为疼痛而显得有气无力。警察也走了进来，勘察了现场，向在场的人询问情况。林建国没有反抗，也没有辩解，平静地伸出双手，让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。在被带走之前，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女儿林秀文和妻子王淑珍，眼神中充满了歉意和不舍，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。淑珍，照顾好秀文，等我回来，他低声说道。王淑珍早已哭成了一个泪人，她用力地点着头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林秀文扶着母亲，看着父亲被警察带走的背影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她知道父亲是为了她才冲动行事的，这份如山的父爱让她感到温暖，也让她感到沉重。这一天，赵家鸡飞狗跳，天翻地覆。张桂芬被送到医院后，经过检查，诊断为左颈腓骨粉碎性骨折，需要立刻进行手术。手术虽然成功，但医生明确告知，由于伤势过重，加上他年纪也不小了，恢复起来会很慢，而且很可能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，走路会受到影响。林建国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，在派出所里，他详细陈述了事情的经过，承认了自己一时冲动伤人的事实，但坚称张桂芬的言语侮辱和暴力行为是导致他失控的直接原因。林秀文和母亲王淑珍在巨大的悲痛和混乱中，开始为林建国的事情四处奔走。他们请了律师，希望能为林建国争取宽大处理。律师表示，虽然张桂芬的过错是明显的诱因，但林建国伤人是事实，法律责任难以避免。在医院里，张桂芬躺在病床上，疼得哼哼唧唧。赵启明和赵大海轮流照顾她，失去了往日的嚣张。此刻的张桂芬显得格外憔悴和狼狈，她一想到自己以后可能会变成瘸子，就恨得咬牙切齿，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林秀文和林建国父女。启明，你一定要让那个老东西把牢底坐穿，还有那个小贱人林秀文，你马上跟他离婚，我们赵家跟他们林家势不两立。张桂芬抓住儿子的手，恶狠狠地说道。赵启明看着母亲因痛苦和仇恨而扭曲的脸，心中充满了厌倦和疲惫。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，让他看清了很多事情，他母亲的贪婪和刻薄，他父亲的懦弱，以及他自己在关键时刻的无能。他也想起了林秀文所受的委屈，想起了岳父被带走时那决绝的眼神。妈，您先好好养伤吧。赵启明没有直接回应母亲的话，只是默默地给她掖了掖背角。林秀文在处理完父亲的事情后，回到了赵家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这个曾经承载了她短暂新婚喜悦的地方，如今只剩下冰冷和不堪的回忆。赵启明默默地看着她，几次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道歉、挽留，他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启明，我们离婚吧。林秀文平静地开口，语气中没有恨，也没有怨，只剩下一种解脱般的平静。他已经想得很清楚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
建立在婆婆的算计和丈夫的软弱之上，注定不会有幸福。父亲的悲剧更是让她彻底看清了现实。赵启明张了张嘴，最终只是点了点头，声音沙哑：“好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爸。”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，林秀文没有要赵家1分钱，只带走了自己的陪嫁物品和几件衣服。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，初夏的阳光照在她身上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感觉空气都清新了许多。虽然未来还有很多困难，父亲的事情还需要奔波，但至少她摆脱了这个让她窒息的家庭。几个月后，法院对林建国故意伤害案作出1审判决。考虑到张桂芬的过错以及林建国的悔罪态度和自首情节，最终判处林建国有期徒刑1年0.6个月。听到判决结果，王淑珍和林秀文都流下了眼泪。虽然结果比预想的要好一些，但1年半的牢狱之灾，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，依然是沉重的打击。时间一晃，1年半过去了，荣州市的初夏，栀子花依旧散发着浓郁的香气，只是闻花的人心境早已不同。林秀文和母亲王淑珍早早地等在监狱门口，当看到林建国穿着一身干净的便服，虽然清瘦了不少，但精神尚可地从大门里走出来时，母女俩再也忍不住，冲上去紧紧抱住了他。老头子，爸！一家3口抱头痛哭，泪水中有心酸，有委屈，但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未来的期盼。在林建国服刑期间，林秀文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强和韧性。她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照顾母亲，还要定期去探望父亲，给他送去安慰和鼓励。他用自己的行动撑起了这个历经风雨的家。离婚后的他没有沉溺于过去的伤痛，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和自我提升中。他报了会计职称的进修班，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。他的勤奋和能力得到了领导的认可，职位和薪水都有了提升。出狱后的林建国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，也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。女儿的坚强和妻子的不离不弃，是他最大的安慰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，反而变得开朗了一些，时常会和妻女开玩笑。经历过这场劫难，他更加珍惜眼前的平静生活。而赵家那边，日子却过得不那么舒心。张桂芬的腿虽然经过康复治疗，但到底还是留下了后遗症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阴雨天更是疼痛难忍。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健步如飞地去跳广场舞，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去串门说3道4了。身体的残疾和疼痛让他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，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，眉宇间总是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郁。赵启明在林秀文离开后，也曾尝试过开始新的感情，但经历了这场家庭变故，他对婚姻有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不信任。加上母亲张桂芬因为腿脚不便，脾气变得更加古怪和难以伺候。他每天下班回家，面对的不再是热腾腾的饭菜，而是母亲的抱怨和压抑的气氛。他常常会想起林秀文的好，想起他曾经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，心中充满了悔恨。但他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。有一次，赵启明在街上远远地看到了林秀文，她穿着得体的职业装，头发盘在脑后，显得干练而自信，正和同事有说有笑地从一家咖啡馆里走出来。阳光洒在她脸上，她的笑容那么灿烂，那么耀眼，那是她从未在她作为赵家媳妇时见过的光彩。
赵启明默默地低下头，加快了脚步，仓皇离去。林秀文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，她用自己的积蓄，在离父母家不远的地方付了首付，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子。虽然不大，但温馨而舒适。她把父母接过来小住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